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啊，就讲了，现在中国大陆可能已经摸透了美国的心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对你硬着来啊，你就不能够顺着来啊。所以他就说啊，中美关税战已经说明啊，斗争才能赢得尊重。这个是梁建军哦，就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亚洲司副司长，只有斗争才能够赢得尊重，妥协啊，这个绥靖政策啊，只能让对方啊，为所欲为。所以中方的斗争除了维护自身利益，也是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啊。的确啊，现在中国大陆这一回的强硬哦，让很多人可以躲在后头，跟着一起强硬起来哦。就是中国大陆面对美国的庞大的压力，不跪，甚至呢奉陪到底哦。已经树立了现在这个全球国际之间应对美国的一个标杆跟典范啊，一个北京模式哦。那耿爽也讲到了，他说：“我想提醒一下我的美国同事哦，他的发言与刚才其他国家的发言显得多么的格格不入啊！其他的代表的发言都是围绕着如何进行国际合作，但是呢，美国的发言却是借机打压其他国家，肆意的攻击抹黑，肆意的打压哦。所以这个美国还在想着要当这个全球的这个霸权霸主，用这种打压的方式吗？那但是呢，我们看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起重机他们就讲说这个如果对中国大陆的起重机征税的话，可能会导致美国损失67亿美元。他们的这个港务局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就提到了，如果呢美国不豁免这高达18亿美元的起重机关税现在目前美国的港口已经订了55台，未来预计还会追加到151台这可能会使得各港口的营运上面雪上加霜。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加征起重机的关税，会让美国自己本身损失大概67亿美元哇，所以自己也是伤得非常的重。而且美国的前劳工部长他说，如果关税落地的话，美国将会重回1930年代的大萧条那再来看到现在美国目前美债的利率飙升，美股也收黑所以看起来美国的经济还是就是不断的被大家下修了他们的信用以及大家对于美国的经济的信心看起来已经出现非常多的动摇讯号。国际的这个评级单位穆迪现在目前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到了 AA1， 那终结了从1917年以来美国一直都是维持 AAA 最高评级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在3大评级机构的最高信用评级都已经失守了。而且斯坦福大学的金融系教授他也同样是穆迪董事会的成员前穆迪的成员，他还讲说，现在目前美国的债务过高，国会必须自律要么呢就只有2条路，增加收入或者是减少支出不然这个美国自己恐怕这个经济债务的问题非常严重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的长期国债收益不断走高这个美债抛售潮的隐患呢没有解除的迹象，联准会呢还要这个可能要被迫高息扩表，这无疑是这种好像这个饮鸩止渴的状况所以美债的问题只会更加严重那至少是可以避免立刻死刑但是呢可能就是一个死缓而已，并没有根本上的解决。另外还有这个私募基金他讲说，现在美债作为投资组合，现在它原本的角色已经消失了，原本的角色叫做避震器现在这个震动幅度之大，没有人敢拿它来做避险了，所以它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避震器的效果了。那另外我们看一下不只是美国经济出问题，现在是不是连川普都出了问题了呢？最近大家讲说川普有一点拜登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画面就是这个常常在嘲笑拜登的川普最近被人家发现接二连三出状况。这一回是拍到说连一个盒子开了半天都打不开的状况，变成了众人嘲笑的焦点。加上之前呢，他不是一直说Sleepy Joe， 就是说骂这个拜登是瞌睡乔嘛，结果他自己在签字仪式也是这个偷偷在打盹
人家讲说啊，你是瞌睡糖。那所以其实就并不是他想的这么容易，他已经搅乱了全世界，跟他刚上任的时候的意气风发，看起来已经变化蛮大的已经不像当时的模样，现在露出了疲态，而且去到了教宗的丧礼还有这样滑手机，被人家痛骂说，这太不敬了吧？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呢？但是人家讲，哇，这个拜登啊，就是川普呢，现在拜登化的情况，因为我们最近才听到拜登罹癌的消息已经是第4期了。那可是我们之前他在竞选的时候，不是说他健康状况非常好，还足以再做一任吗？那当时是谁隐匿了这样的病情？是白宫吗？那川普我们最近不是也听到说，哎呀，他的身体状况好得不得了，可是拍到的状况又不是如此，所以又有人担心说，这难道也是出了问题吗？要成为拜登2.0了嘛？这个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在差不多4、5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一个论点，就是说现今的世界面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空前的一个大变化。那当然变得最主要的这个正央啊，也就是它的核心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正在改变。美国从2次大战以后变成世界的霸主啊。可是随着他的经济地位、经济能力、国内的这个状况，还有他领导人的素质来讲的话，他不断的在快速的下降。所以在差不多很长前几年就已经在传出来所谓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也就是说，修昔底德的问题就是当时就已经出现世界2强的出现。那这2强就是一个是美国，一个中国大陆，那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在这个转换的过程权力位置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这些动荡，甚至战争，甚至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呢，这个结构性的改变，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大陆有首当其冲。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在这个心理层面跟物质层面一直做很多的准备。物质层面的话，就是不断怎么样，就是加强本身这个经济的韧性。美国人常挂在嘴里，中国大陆不太挂在嘴里。可是中国大陆实际是在加强中国大陆经济韧性，一方面就是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还有呢减少对美国科技的依赖。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加强自己的研发，分散市场之外呢，又推出所谓的这个内外双引擎的一个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内引擎的话，就是双引擎，这个内引擎是增加国内的这个消费，所以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起码在这个川普这个第2任的之前事实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在外交上，还有国内人心的一种怎么讲呢？一种培养上已经做了十足的功夫了，那完全都在准备。那等川普一出手甚至川普出手之前，中国大陆就已经尤其在心理上做好了一个准备，打硬仗，而且绝不退缩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决策。那也就是你如果说用斗争的方法去求和平则有和平。你如果用这种妥协或者退缩的方法去求和平的话，你反而没有办法达到和平。那这就是中国大陆最近不管是这个梁建军还有这个耿爽他们在很多这个场合国际场合要不然就明白讲，就是说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我们就斗争才能够取得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如果不斗争的话，那就怎么样？就会让别人怎么样？就得寸进尺。那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准备上最重要的心理建设。那很多事情就是说你要有心理的建设，你整个社会才会有一个怎么样共同的一个想法。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最近中国大陆连打2场胜仗。第一个胜仗就是跟美国的贸易战，川普从145%降到30%，连降115%，这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大胜仗。另外一个就是虽然不是中国大陆跟别人发生军事冲突，可是中国大陆的武器，那么等于说痛宰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过去中国大陆在准备面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物质上、在心理上
的建设工作都已经看见它的成果了。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这个蒋廷福就是近代有名的外交家，也是有名的近代史学者。他的那个《中国近代史大纲》一开头的第一段话就是100年未有的大变局。他讲的是清朝末年，西朝东进，对中国讲起来是一个100年未有的大变局。但是呢，在几年前，那么习近平呢也提出，100年未有的大变局，那又是什么？前个100年未有的大变局是西朝东进呢，把东方给淹没了。那么这个大变局什么？是东方兴起，中国兴起，而西方在没落。这个西方的没落，我们一直都不以为然。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所提到的联合国的那一幕。那一幕就是因为在谈国际合作的联合国的一个会议上，结果美国的代表在那个机会呢大谈特谈这个自由航行在南海，中国大陆怎么样子在南海恶霸，中国大陆怎么在南海欺压这一个菲律宾点点，所以才有那一段话。为什么开会的时候大家谈的都是 A，90%人谈 A， 只有美国可以谈 B， 因为他认为他是世界的霸主。而且以前 B 谈完了之后呢，大概很少人去刮他的胡子。那今天呢，终于有人呢可以站起来了，刮一下他的胡子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国力所带来的象征。来看看美国今天已经到什么样子。我不要讲说美国明天会怎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美国的明天之后一定会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债，那本来是多少人，包括很多国家的外汇存底就是用美债的方式来转存，因为它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安全，那么评比最高。结果呢，普尔现在是把它从3个 A 变成 AA 加，惠普也是把它惠誉也是从3个 A 到 AA 加，对，那穆迪也是3个 A 到 AA1 也是这样的一级。那这些都是告诉什么？这是一个全世界公认最稳的东西降一级不要以为没什么，它本来就是应该100分的。当一个100分而降到98分的时候，不要告诉我降到98分只差了10分，这个10分就代表一个趋势了。对，而且现在看不出它有任何可以在往上走的趋势经济如此，国力何尝不是如此呢？各位可以看到，美国为什么川普敢去来做？一个人我听讲，我拿一支棍要攻击全征讨这一个人敢出来这样恶搞，以全世界为敌，为什么？因为他真的相信，他只要一出手，大家都会投降。也真的看出来，很多人就准备要投降，但是他千想万想，没有想到有一个把他给顶住了，那个叫中国，而且顶完了，结果真的是美国是顶不住了。这个一顶不住之后，全世界大家就变成有底气了，对，国力下降，民主没有人再相信美国是民主的典范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其他，更重要的是领导人，那叫猪八戒照镜子这怎么看怎么差，这一代不如一代你不觉得真的笑拜登老？那我又问，请问川普又年轻到哪里去？老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现实。可是问题，各位想一想，把一个全世界这么大的权力，就交托在一个说人家是瞌睡王，自己也在打瞌睡的家伙，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境，美国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世界该怎么办？我们很清楚，没有中国真的会凉拌。好，来请教舰长。我们大家记得现在这个时刻也就是中国因为不退不跪，然后有了今天的这一个局面，也就是不再接受这一个美国的各种的勒索以及压榨。其实耿爽这一位外交官最近说了很多的金句那我们讲到说有关于他这一次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个谈话呢，其实他特别指出有关于南海美国的角色是什么。如果美国可以在南海进行这个自由航行行动的话，那
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可以在美国周边的海域进行呢？那这个不是耿爽说，这是我的疑问呢。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有关于现在这个关税战到底告一段落了吗？那这一个大哉问不是我提的，这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鲁曼他讲的，他说其实可能还没过。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这个当初呢，我们看到这个1930年，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时刻啊，它的这个税率，也就是当初美国通过这个史穆特霍利这个关税法的时候，它的税率其实跟现在的税率就是降了100多，已经降成30%的这个税率，其实平均税率都还在17.8%，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没过。那至于说美国还有以前的这种底气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其实川普他搞了这么多的把戏啊，无论是关税啊，或者是美债这一些，他现在还要再搞一个有关于起重机关税啊。你要靠港费，也是一个，现在还要弄一个起重机关税。这一个关税呢，你预计那个美国自己会损失67亿。为什么他会损失这么多？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制造的能力。川普什么都想要自己造，可是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有这个技术吗？你有这个人力吗？你都没有，你只是有这种想象而已啊。我们讲到啊，这个世界上做这一种龙门吊，或者是做这一种叫做天车的厂商啊，当然中国大陆是最大的，那中国大陆也不是唯一啊，那其实还有德国，还有日本，还有欧洲这些国家，一共就3个。那但是呢，我们一天到晚讲抗中保台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龙门吊啊，这个龙门吊它高度100公尺，然后呢，它的重达呢2000吨。这一张照片是从平潭出发的照片啊。下面这张是什么？下面这一张也就是昨天他靠泊在高雄港2港口的这个那个港口上，他为什么要来考？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有关于离岸风电的部分，需要这个龙门吊了。我想请问啊，不是当初说什么都要飞鸿，什么都要那个台湾自己造，那我请问龙门吊呢？那也就是而且还是最具有台湾价值的地方，高雄啊，现在停在高雄啊，他要作业的地方也在高雄啊。那当然了，我这样讲，那当然那个政府现在也已经好像启动了一些那个相关的因应作为，不过不要在那边继续的无谓的挣扎了，你不行的，当然就要从对岸引进，不要再搞什么抗中保台，最后也就是受害的就是全体的人民，那你就等着下一次被政党轮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一下哦，这个川普什么事情啊，现在都要这个好像碰瓷中国大陆哦，对上了哈佛也是哦，就说你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连结啊，他已经第3度删哈佛的这个预算哦，就是相关的拨款啦，又删了6000万哦，短短数周损失了超过27亿，对于哈佛来说，那这个美国的众议院呢，甚至向哈佛施压，就说，你必须要切断跟中国大陆哦，还有伊朗的一些学术合作，哈佛呢，你怎么可以为中国准军
军事组织来培训成员哦，还把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大学合作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推广啊。那这个让美国的国防哦这样的一个资助项目，等于说，哎，你怎么可以拿去做合作，变成了一个国安的威胁啊？反正现在开始，中国威胁论又开始这个围剿哈佛啊。那所以这个专家就在讲，这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典型方式啊，就是给你扣个罪名，就是哎，你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然后就开始斗争你啊。所以这个美国政府跟哈佛之间的斗争哦，一直不断在加剧当中哦。那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冻结了20亿美元的拨款了，要促使现在哈佛要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外交学者哦，他就李海东，他就外交学院的教授啊，他讲说妖魔化美国高校跟中方的文化交流关系哦，其实就是美国最典型在做政治操作的一个手法哦。那再来这一位，这个现在美国州长候选人看起来很眼熟，就前一阵子跟这个马斯克刚开始要筹备斗举的那一位嘛，这个拉马斯瓦米哦，对于台湾来说更熟悉，因为他之前叫我们人人拿 AK 啊，那一位，他现在讲说，哎呀，这个美国7年级的学生的这个现在目前的成绩哦，大概指向中国大陆3年级的成绩，中国在笑我们呐，真的吗？我们来听一下。If our future as a country is destined to remain the greatest country on earth, as I believe we should for the next 250 yea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nd our way out of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crisis that we're really in today. And it is a crisis. Today, 75% of 8th graders are not proficient in math. The average student in China is a full 4 years ahead of the average student here. So do the math on that. A 7th grader here is performing at the equivalent of a 3rd grade student in China. That's unacceptable. 所以那就赶快检讨啊，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现在成绩会落后那么多哦？那再来，这个美国的前官员就讲说，哎呀，这个中国正对着美国发动史上最大的间谍战呐，真是如此吗？那其实哦，人家讲说，其实中国不用阴谋，不用间谍，用阳谋就已经足够可以攻克美国了。因为光是现在的稀土这件事情哦，哎，对于美国来说很头疼啊，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中国大陆现在没有松手稀土的管制哦，那他们说呢，他们是要这个一单一次的来发放这个稀土的出口许可，也就是说呢，一批一证必须呢在这个申请当中要填最终用户的资讯，来防止漏洞哦，就是我不要卖给的人绝对是拿不到的。那再来，日经也讲说，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啊供应全球70%的稀土，90%这个加工稀土的金属都是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也就是说，现在全球的稀土的依赖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非常的深的，因此呢，只要他掐住了这个稀土，管控住稀土的话，就可以击中这个美国经济上面的弱点呐。那晶片也是另一场战场啊。网友有提到说，美国试图要全面来封杀中国的晶片，这是赤裸裸的单边霸凌，中方是绝对反对这件事情的。那黄仁勋其实也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美国他就酸美国这个晶片管制哦，是叫做太无知。他说华为是一个可敬畏的公司哦，世界级的科技公司，中国不可能因为美国技术出口限制在 AI 的发展上停滞不前，反而会因为你这样卡着脖子，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之下加速创新哦，所以美国完全是做错了，这样子的一个晶片管制是完全错误了，阻碍别人的发展，最后只会激励他们更努力啊，更加超越。所以你看到这个美国在往错误的道路跑，黄仁勋也是大骂哦。那再来，华为现在目前的伙伴新凯来，他已经募资到了848亿，在这个半导体的市场当中哦，所以他这个其实是算是大陆今年最大规模的人民币募资案之一哦，有许多这种国有企业啊，还有国有资金都表态要投资的意愿。其实这就是一场团体战，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大家现在是团结一致对外啊，一起对抗美国的这个晶片管制哦。你越是打压，越是让中国大陆不贵，就如同我们在讲那个晶片，就是关税战一样啊。所以这个晶片同样也是如此。再来，这个 AI 的3方峰会，人家想说，东协
波斯湾还有中国怎么没有看到美国在这其中呢？是在 AI 的舞台上面也要开始这个美国减一了吗？我们来首先请教一下介老师。川普很奇怪，他对美国的教育很有意见。他说要把美国的这个联邦教育部裁撤，所以呢还故意派了一个这个教育部长，他是美国职业摔跤协会的主席。然后呢前一阵子闹了个笑话说。AI A1 是那不是我们吃牛排的 A1 sauce 吗？讲了半天都在讲 A1 sauce， 他还是去摔跤好了。所以川普认为联邦不要管教育，教育都交给州里面。这个是美国宪法的精神。不过美国联邦去管教育，是因为它有很多通盘的案件，它要去。我要推广一种某种学科的话，联邦政府就筹一笔钱，然后就分给这些各种学校里面。比如说你要增加小孩子的营养小孩子怎么样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就有一笔营养费会给全美国的学校。那么他要某种研究的话，他要做，比如说今天要做 AI 研究的话，他会有一大笔钱，然后这笔钱就分给一些顶尖的学校来领取。所以美国联邦政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涉入这些学校的这些经营管理，那只是用钱的方式来引导美国这些教育的一些研究的方向跟重点。那所以川普我觉得他现在才是真正用联邦的角色在干预美国的教育。美国过去联邦政府并没有这么干预美国教育，那他现在不但干预美国教育，还用联邦的教育经费去修理不听话他话的学校，而且他专门修理美国的顶尖学校。那么哈佛最近被他扣了一共30亿美金。这30亿美金，比如说美国这个教育部说，你们来研究一下某一种量子科技，你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我给你一笔钱，给你2亿美金，让你好好去讲。那哈佛就成立一个中心，请了最好的人来做研究。那川普对于哈佛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你们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他这种种族歧视都不是说只歧视少数民族，他都认为是歧视主流的白人所以他基本上他最近他借题发挥是说，你们是里面学校有散布反犹太主义的这种言论自由，这是不行的，这是违反的这个人权法的，所以你要好好的来处理那种案件，你学校要负责。那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你们过去实行这种DEI 的政策，不管你在教员还有学生的入学里面你这种实行民主党的 DEI 政策是一种反歧视。为什么？你一定要规定各种不同的族群它有一定的配额嘛？那你就不是说我纯粹根据学生的学术成绩的表现来怎么样来录取学生，所以你要改变，你不改变的话，我就不给你钱。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他说联邦政府不应该管教育，结果他管得最凶。那现在一年哈佛少了30亿，会不会有影响？影响很大。哈佛已经要开始发校债了。为什么哈佛影响很大？哈佛的教员的薪资可不是给像我们台湾大学教授的薪资这么低他好的学者教授是比照这个民间的最好的企业在发的，所以你把他这些30亿美金的钱扣下来哈佛是会造成问题，或者是美国的问题。对，所以人才恐怕要外流，顶尖教师也可能要外移了。我们来问一下盛峰哥，这样的这个国共对峙的时候当时抗战刚胜利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拥有400万的军队是整个大家共举的一个共主。那面对当时的中共，就在华北也不过100多万的部队凭什么会赢？所以当时国民党就用了绝对的战略压制这个战略压制的结果，慢慢就变成什么战略对峙不再过来就会变成战略退却最过来就是失败。那我讲这个是在讲国共吗？不在讲今天的中美嘛。美国开始拥有绝对的战略压制，那美国跟中国怎么比？没有人认为中国顶得住的啦。结果呢？现在顶到现在，最起码你承认是战略对峙那对峙下去会变成什么看？那我们就来看看两边要比人才、比制度、比治理绩效、比全国这个规范一致力你要比一比，
谁输谁赢，各位看了就知道。我现在举2个例子来给各位做参考。当时啊，我们都喜欢一句话：来台大，去美国。我们来自乡下的孩子啊，最担心的事情啊，也最不敢去追台北的女生，一个最大的压力啊，因为最怕父母会问到啊，女生会问到啊，你毕业以后要不要出国？那一听这一个头8个大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当时我们就想，为什么要留学为什么要出国留学？大家讨论了很多，我不断的来告诉自己一句话，也这样子来勉励的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留学出国的目的啊，是希望下一代啊不必再出国。这个豪言壮语啊，今天在中国大陆实现。北斗卫星平均30几岁，大部分是自己培养出来的。DeepSeek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海归派，这代表什么？他的988，他的211，他的所谓的国王妻子，他已经可以经过这几十年从外学习，从外归来，这样子慢慢培养自己的子弟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50年之后啊，人类留学的一个好场所之一，可能是大陆今天我们在熟悉的那几所有名的学校，也都不一定。那因为是这样子的条件，让中国大陆有了底气。那么这个底气现在就展现在一个很细微的地方，它的名字叫稀土。稀土啊，不是从矿里面去挖出来呀。那很多国家有稀土，美国的稀土也多得很。稀土的特点是某一种炼制下的副产品，比如说你要炼铝，那铝啊是一个高耗能、高耗费、高成本，而且那收益很低的一个产业啊。没有成功的炼铝的产业链，你就炼不出抗的这个稀土。所以全世界只能眼睛干瞪眼。这是什么？这就是当时能够看到的眼界呢，有今天的条件。为什么昨天520啊？这个我们觉得忽然有人变乖了，很重要，稀土有关。好，来问舰长。我们看到啊，美国的教育现在其实大家不用太压抑，就是如此啊。那落后，不但是中国大陆，也同时落后台湾。但是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教育的成果越来越接近，也就是快要一样烂了。为什么？因为从开始进行这个教改的时候，从9年一贯、12年国教，一直到现在108课纲，你们在做的是什么？你们在做的也不过就是不断的去中国化。那至于说，有关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建构式数学。建构式数学有多少人在里面发了大财？那实际上来讲，建构式数学这个概念从哪来的？就是从美国来的啊，也就是你跟傻瓜学，那学来的就是现在这个状况。这不是我个人的结论，这是我们的顶尖大学，台清交正成这些学校已经有非常多的老师对于108课纲上来的学生有非常多的意见，尤其是在数理方面其实是跟不上以前的学长的。也就是说，老师没变啊，变的是什么？变的就是课纲。所以继续拿着香跟美国拜，然后只会让我们台湾的这个数学能力不但越来越差，跟中国大陆的那个距离也越来越远。那个时候你要讲说什么要赢中国大陆，想都别想，你的连车尾灯都看不到。那另外刚刚那个介大使提了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这一些哈佛的老师未来他拿不到这么高薪资，他会去哪里？我跟大家报告，去中国。为什么？因为只有中国大陆愿意提出这么高的薪水来请这些在国际上面一流的老师，不是未来，是现在就是如此。那至于稀土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是 CNN 的内容，也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它拥有原料的这一个稀土超过60%，可是它实际上提炼出来占这个全世界的其实超过92%，剩下的2个国家，一个是越南，一个是马来西亚。那但是呢，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竞争的部分，也就是其实每个国家都急起直追，大家都知道这一个稀土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来看啊，现在的统计红色的，当然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有关于它的占比在稀土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有2个国家慢慢的扩张它的一个产能，一个蓝色这个就是美国，黄色这个也就是缅甸。大家都看上了这一个稀土材的时候，那当然中国大陆它会继续的保有它的一个精炼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这样看来，你美国跟得上中国大陆吗？你慢慢等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印度没有输哦，印度现在展现出来就是他说他自己没有输，所以呢就要开始跟美国谈关税，还说要3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哦。虽然跟印巴这场战打得有一点灰头土脸，可是他现在还是要对外展现出强硬哦。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他说呢，这个对等关税的暂缓期限到达之前，就会达成首阶段的临时协议。那他们就是其实是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很强硬哦，他们看在眼里，所以苏杰生也讲说，哎呦，这个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对此做出任何的判断都这个为时过早。所以他们现在目前的商务部长呢，本周末预计要抵达美国来进行进一步的谈判。那印度没有输还发生在哪里呢？经济学人讲得很好啊，经济学人说啊，这个瞎扯巴基斯坦节节败退哦，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攀上了愚蠢高峰。经济学人呢，就是这一阵子紧跟着印巴冲突新闻啊，那恐怕他说，就算是这样子紧跟新闻的人，在印度恐怕都还是会不知道这些事情。比方说呢，印度的海军对这个喀拉吃港啊发动攻击，然后印度的陆军已经越过了边境，打击了巴基斯坦。然后巴基斯坦的总理因为害怕印度的空袭呢，所以选择撤退到掩体里面。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在一场政变当中遭到了罢黜。那这些都好像并没有发生，可是在印度的新闻主流媒体里面已经是讲成这样子啊，就像俄乌冲突那时候，我们有一些绿媒不是讲说都打到莫斯科去了，大概是这样同样的概念哦。所以这个在印度现在的主流媒体里面同样也是，可是西方主流媒体却看不到这些事情发生哦，甚至在印度的报刊上面也无迹可寻，所以压根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不过印度的广播电台却认真的报道了这以上每一则新闻哦，这不知道哪来的图文并茂哦，就是那个画面要怎么生成呢？那所以这些资讯哦，他们都是经过查证的哦，这是经济学人猛力吐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最近爆红的印度甲亢解，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论调呢？我们来听听。But what's important is for India to keep track. At first post, we are choosing to hold on to accuracy. That means we won't always be first. We may not get you your breaking alert. But what you will get is what we owe you. And that is the truth. Verified, checked, and cross-checked. We rely on sources and verified ones. After all, that's what separates a journalist from a loudspeaker. We will ask again, and only then will we tell you. No noise, no panic, just the facts. Because right now, that is what the country needs most. 好，所以他们说了，就是印度的民众也就相信了吗？但是哦，这真正的症结点在哪里？就是印度的大胜利之下哦，他们就觉得说，哎，巴基斯坦简直就是距离亡国只差一步了，然后却不打了。所以印度人也想说，我们都要赢了，我们这场胜仗都已经拿在手上了，我们都已经举国欢腾庆祝10天了，结果不打了，所以他们就很纳闷，就说，那为什么要宣布停火了？就已经应该要乘胜追击，不是吗？怎么会在这边喊卡了呢？那再来，现在莫迪哦，就是有一个新的计划，大家来听听，我们来拜读一下。他说呢，因为目前印度有36架由法国生产的标风战斗机嘛，这一次嘛，就是他们说这个标风表现得非常好，然后绝口不提有被打下来这件事情哦，所以他就讲说，因为这个欧洲这个导弹集团目前这个达索航空生产的这些空对空的导弹，
印度认为呢，这种导弹难以满足现代作战的需求，因此印度要自己做，所以他们现在要换成国产的导弹，这就是印度的大胜利，又一个新篇章。就欧洲还不如我们印度，我们印度才要展现给你们看，我们要怎么样做导弹。那再来呢，看到了这个印度他们反正在自己另外一个时空嘛。那但是呢，王毅就讲说，他会晤了巴基斯坦的外长，说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主权跟领土的完整哦。那可是呢，因为这次不是歼10表现得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如此哦，中国大陆打算提前6个月要卖给巴基斯坦第5代隐形战机歼35A哦，有这样的传闻出来。本来是2026年底才能买到，现在提前，哎呀，明年初就买到了，再过6个月就要买到了呀。所以这个印度是不是感觉到一个危机感哦？所以这个甲亢姐现在又开始有针对中国大陆一个武器又开始评论了，是什么呢？就是9天这个空中无人机的航母啊，他们就讲说，哎呀，这只是个纸老虎啊，又要开始。那为什么需要特别这样子讲？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反着看他的话？是不是因为印度真的有点担心这个9天无人机也卖给巴基斯坦，所以要先下手为强，先骂一波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个印度现在媒体这个表现很符合印度的民族性，他们就是怎么讲呢？永远不会输，没什么诚信的，这个国家没什么诚信，然后为目的不择手段，然后很咋呼，然后呢嘴巴绝不认输，然后呢精神胜利法比阿 Q 还要更阿 Q，所以这个民族性就表现出他在面临各种状况时候他的反应，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啊！这个民族非常的冲动啦。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当然也有各种政府啊或者党派在里面操作的手，因为印度现在这个BJP 啊，也就是莫迪这个党啊，事实上被反对党事实上攻击的很强烈，认为他们在这一场战争里面输的有一点莫名其妙。而且过去他们一向认为这个巴基斯坦不是印度的对手，为什么一交手啊，就到目前这个情况？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印度为什么要把这个标风战斗机上面的这个原来的欧洲的这个导弹，它要换成印度自己导弹？因为他们说不够好。其实很有可能的就是说啊，这个为什么印度很快就要停火？也就是说，他这个标风战机，我觉得法国一定有意见，一定不会让他在升空上去跟这个巴基斯坦再较量。所以呢，我觉得他们是难言之隐。你说他会不会承认？他绝对不会。因为我如果是法国的话，我一定会告诉印度说，你们这个飞行员素质不够，而且你们没有联合作战的能力啊，所以呢，我这个飞机不能给你再这样子使用，你们没有资格使用，或者不让你继续使用。所以印度现在是无机可用，那所以就变成剩下来你只有苏30、米格29，那这些飞机的话，事实上还有它的光辉呢，不要忘了。光辉就是说从来都重要场合都不敢拿来随便使用免得一战击垮，让他数十年的这种装神弄鬼的这种印度伟大的战机那呈现在誓言上就是怎么讲，就是个笑话，既不光辉既不光也不辉，是个笑话。所以我觉得印度现在就是说不讲实话的国家就这样子，没有诚信的国家就是这样。那如果他能打的话，他一定打。现在为什么停火？对，就是没有能力了，军事上没有能力了，就是这样。所以跟他们宣传差很多，感觉都已经要灭掉巴基斯坦，却停火了。我们来问舰长。我们看到甲亢姐她在讲说，他们会反复求证啊，不制造喧嚣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台湾也有一个类似的事实查核机构啊，它只专门对于那个有利于绿军的进行查核，其他的都一律不查核。甲亢姐应该也是如此。那既然印度这么强，刚刚那个大使已经讲为什么不派光辉战机？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你说你要用于那个印度的飞弹去替代米卡，也就是云母飞弹有这么简单吗？你要怎么样跟它的战斗系统交联？不要再吹牛了，最后真正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做
资料链，你没有办法体系化建军啊。那我们看到有关于9天的部分啊，这个是我去年在珠海航展的时候啊，那我就站在9天前面。那我不是在自我标榜，我是给大家比对一下9天它的大小。那也就是说，它的大小其实已经快跟一架战斗机一样了也就是说，它可以携带非常多的武器，而且它有8个挂架。最重要的不在它8个挂架，它的8个挂架，解放军几乎是所有的飞弹它都能挂，各种的无论是飞弹、炸弹它都能挂。可是呢，它直接的不是着眼于此，它直接跨向下一个世代的战争，也就是无人机的战争。它其实有一个我们叫做那个蜂巢任务舱，也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一个蜂巢啊，那里面全部出来的都是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作战，那当然了，我相信啊，又有非常多的这个军盲级的这个军迷啊，就会说，如果一发天宫没有办法打下来，那就2发。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才会用呢？他一定是已经获得了、掌握了局部空优的时候，他才会用啊。也就是你的飞弹发射车只要一露脸，只要发射1枚飞弹，立刻被歼灭，这个时候才会用。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当解放军已经跨到下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台湾的无人机呢，国家队呢，是不是只会飞？至于说集群式的概念，或者是人家现在在做的这个光纤无人机，我们有这个概念吗？如果没有，家有吧。好，来请教申峰哥。这样人类没有印度，世界就少了乐趣了。不过呢，也不要老是在消遣印度。你不会讲印度的时候，好像跟台湾很接近吗？你在讲莫迪老先的时候，你不觉得跟民进党很相同吗？你在讲假抗体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跟三明治有差别吗？啊，你在他们吹牛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说我认为印度的这种阿 Q 精神胜利法，这是民进党100%的正在翻版中。世界上不是只有印度，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民进党。那个印度是造成的笑话，那就是笑话，反正我们在远方看。可是呢，民进党这样子的搞法，我们会变成灾难。而且丧事啊，当喜事办，就像这个印度一样，还可以放假10天庆祝胜利。这我怎么想，这个故事要怎么编呢？那更精彩的是，对面那个巴基人也在庆祝胜利，两边都说我胜利，那到底是谁死了？这是一种双赢，是吧？你要这么说，我没。所以为什么打到一半说赢了，为什么不继续打？因为赢麻了，所以没有力量。卡吧，因为卡把丘吧，还有没有？全身都麻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只好暂停。一个国家被人家用这样子的形容词来谈他的时候，假如我是身为他的国民，我会觉得很羞辱。我真的会觉得，因为我也是堂堂一个大国，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呢，他所做出来的就是充满的所有的笑料啊，跟笑话。当然，这种笑话到底撑到什么时候？至于刚刚我们讲的那个9天呢，9天真的我们要台湾什么都不要吹，千万不要去吹无人机。我们是不会飞，但是我们会吹，就这样子。我们的国家队看要吹到什么时候，然后没有中国大陆的零组件，我看他的无人机怎么飞上天。不要吹牛，